我重生后的第一件事便是亲手砸碎了自己千辛万苦孵化的金龙蛋，转身起锅烧油，做成了一碗香气四溢的龙蛋炒饭。只因前世我耗尽灵泪，孕育100年孵化出的金龙，却嫌弃我是鲛人，玷污了他的血统，指责我不配做他娘亲。而夫君非但不阻止，还带回来一个美艳的海蛇精，甚至为博他一笑，杀光我全族炼制鲛人膏。直到临死之际，我才明白，他们只是把我当成一个低阶的繁衍工具。再次睁开眼，我回到了成婚当日，夫君弃我如敝屣，他牵住海蛇精的手，说心里唯他一人。那颗石蛋也微微泛光，认他为母。他们都以为选择了海蛇精，这辈子会过得更好，可他们从未想过，为何我出生时会天降异象。老龙王爽朗的笑声响起，丙儿，今日是你的大婚之日，以后西芷若就是你的太子妃。我盯着身上的红嫁衣发愣，这不是我与敖丙成婚时的情景吗？敖丙甩开我的手，我才不要和这个女人成婚！我没反应过来，摔倒在地，膝盖传来钻心的疼痛。在场的宾客愕然，龙太子敖丙和鲛人族公主的姻缘是出生时就定好的。老龙王皱起眉，胡闹！大喜之日，你又闹什么脾气？石蛋数量稀少，一条龙只能孕育一个，对后代极为看重，尤其是龙王对敖丙，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弹在嘴里怕化了。我出生时海洋波动，灵力四溢，仙音阵阵，被龙王一眼相中，等到成年就迫不及待让我俩成亲。我忍着疼痛，一次又一次剜出灵泪，哺育石蛋，孵出一条小金龙，由我孵化，又由我抚养。虽不是从我肚子出来，我却早把它当成我的孩子。可有一天，敖丙接回一条海蛇精，一切都变了。父皇，我不愿娶她。老龙王脸色难看，丙儿，为父别的都可依你，可这是不行。西芷若是海洋中灵力最强的女子，有她相助，你定能拥有最强的龙子。与她何干？父皇为何要把功劳归结到他人身上？我儿有我灵气点化，只与我血脉相连，我的血统高贵，自然会生出最强的金龙。老龙王不想和儿子翻脸，强忍着怒气劝解。可若无伴侣抚养，这龙蛋就会变死胎。丙儿，这时候你可不能闹脾气，先成婚，让他帮你孵化龙蛋。你要想娶别的女子，之后再议。父皇，儿臣明白，我心中已有太子妃人选，她不比这鲛人差，会比她好上千倍万倍。此言一出，周围议论声渐起。太子莫不是在说笑？那鲛人族公主出生时海洋有异象，已经是整片海洋最厉害的女子，怎么可能有比她还厉害的？可太子都这么说，说不定真的比她还厉害。要不是得了龙王照顾，那鲛人族能到如今的地步？敖丙化作一条银白的银龙，往远处游去。我听见他口中喃喃：“冷月，等我啊！这辈子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插足我们。”我被扔在婚宴现场，众人哗然。这婚礼是办还是不办？鲛人族公主这是被太子抛弃了，以往他们不是感情很好吗？难道另有隐情？议论声此起彼伏，老龙王脸色越发难看，他舍不得骂儿子，把怒火对准我。西芷若，我儿向来懂事，是不是你做了对不起他的事？我嗤笑道，我还想问，这就是龙族的礼仪规矩。我鲛人族虽不如龙族，却也不是任由拿捏的主。父皇，这才是儿臣真正爱慕的女子，我要和她成婚。焦灼之际，敖丙急吼吼回来，只见他牵着一个美艳娇弱的女子，正是上辈子他心爱的海蛇精夏冷月。前世敖丙顺利继位龙王，外出巡视，回来也是这般牵着她，说她漂泊在外，孤苦无依，着实可怜。我虽感到一丝违和感，却也没多想。渐渐的，敖丙宠她，我的儿子敖烈黏她。我尝试和敖丙沟通，他却不耐打断。我竟不知你是如此善妒的性子。冷月天性纯善，和你这种耍心机手段的女人不同。何况这不就是你们鲛人族攀附龙族的目的吗？原来在他眼中，我对他的爱只是我想贪图龙族的权势。后来我无意得知海蛇精的秘密，大惊失色，想要告诉敖丙，却看到他正大肆屠杀我的族人，只因为夏冷月说海底空旷幽深，夜明珠不够亮，听说人间灯烛温暖明亮。为博他一笑，敖丙将我的族人尽数屠尽，制成鲛人膏，让龙宫日夜通明。我被夫君敖丙囚禁起来，眼睁睁看着族人的惨状，流下灵泪，灵泪化作灵珍珠，在地上发出脆响。我用灵泪养育的金龙敖烈，则惊喜地捡起灵珍珠，讨好地捧到夏冷月面前。冷月姐姐，你的嫁衣不正缺好看的灵珍珠吗？敖丙从背后搂住他，亲昵开口：“冷月，待会儿就把这鲛人族公主抽筋扒皮，看她和别的鲛人有何不同。”我灵泪彻底流干，濒死之际，我张嘴吐露的不再是优美婉转着的乐声，而是绝望凄厉的尖叫，是鲛人的濒死之声，海洋也为之震荡。我闭了闭眼，回忆抽离，周围人群已掀起轩然大波。这海蛇精哪能比得上鲛人族公主？太子耍性子也要有个限度，这可是关乎龙族的大事。老龙王挂不住面子，厉声开口：“丙儿，你要喜欢这海蛇，以后带在身边就行了，不要耽误正事。”父皇，其实儿臣这样都是为了龙嗣着想，儿臣已经知晓，龙蛋里将孕育出金龙，而这鲛人只会拖金龙的后腿。敖丙这番话出口，全场安静，无他，只因这话实在惊人。龙王虽说过，只要金龙降世，龙族诅咒就能解除，可石蛋中从未孵化出金龙。据说千年前龙族曾有金龙降世，但不知为何夭折。自那之后，龙族被神诅咒，日渐凋零，血脉最好的也不过是敖丙这条银龙。丙儿，你从何得知？老龙王明显不信，语气却软了3分。敖丙顿时得意洋洋，将前世的敖烈描述了一番。金鳞无爪，出生就灵力超群，他的叙述详细无比。老龙王已信了7、8分，只以为他有了窥见未来的能力。这龙蛋和他西芷若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就算换人做我的伴侣，他的血统也不会变。他似是想起了什么，从袖中拿出石蛋，口说无凭，
还要龙蛋为证。众人纷纷翘首以盼，都想看看未来能诞下金龙的蛋长什么样。出现在众人眼前的仍然是那颗平平无奇的石蛋。敖丙手指轻点石蛋，石蛋微微的晃动，似是在寻找方向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龙蛋还会认母？敖丙得意一笑，将它放到夏冷月手上，普通石蛋竟散发出金光。这里头肯定是金龙，不然怎么会发光？千年难遇，龙族后继有人啊！有年纪大的龙已经潸然泪下，场面热闹非凡，只我静静站在原地，和这氛围格格不入。老龙王笑得合不拢嘴。父皇啊，这下可以证明我的话了吧？我现在就要和冷月成亲。敖丙掩饰不住喜色，迫不及待发问。老龙王有些为难，这也许只是巧合，要不也让西芷若试试。敖丙脸色瞬间难看，正想开口反驳，却有一道稚嫩的童声响起：不行，我的母妃只能是冷月姐姐。周围人纷纷左右对视，寻找声音的来源。今日太子大婚，谁家小儿在此闹事？只有我，浑身的血液一瞬间凝固，呼吸凝滞，因为这声音我太熟悉，是刻在我骨血中，我儿敖烈的声音。可是按理来说，他此时还在蛋里，前世我不断用灵泪滋养，他才生出灵智，现在怎么会听见他的声音？烈儿，是你吗？敖丙激动开口：父王，你快和冷月姐姐成亲吧，只有冷月姐姐才有资格做我的母妃。敖烈声音也同样激动，随后他恶狠狠道：我是父王的孩子，和父王血脉相连，是纯正的龙族血脉，区区鲛人也配当我的母妃。冷月姐姐温柔美丽，这才是我母妃该有的样子，这才是我父王爱的女人。他语气中的恨意让我恍惚，他是我辛苦养育的孩儿，为什么会这么恨我？我疼爱烈儿，倾尽所有，可他却同我离了心。我不明白，直到有次听见他和夏冷月撒娇抱怨，说在他心里，他才是他想要的母妃，说我还苦了他，根本不配做他的母妃，是我害得他有瑕疵，不再完美。我这才想起前世敖烈破壳，通体金黄，龙尾处却有一块朱红色胎记，众人皆叹息，要是没有这块印记，就是纯金之龙，极有可能飞升上神。族内更是流言四起，说是鲛人血脉低等，玷污了金龙血脉。我觉得荒谬不已，没想到敖烈却真的信了，甚至生了恨。要是从前，我定会愧疚难眠，可经历了上辈子的苦痛，我意识到这条白眼龙根本就不值得我付出一切。既然这般恨我，这一世就让你心心念念的冷月姐姐当你的母亲吧。抱歉姐姐，我无心插足，可现在龙蛋选择了我。一直沉默的夏冷月露出羞涩的笑，眼神势在必得。父皇，龙蛋如此排斥西芷若，若执意要我娶她，恐怕金龙孙会不满。龙蛋即将破壳，可不能耽误啊！敖丙的话让老龙王终于下定决心，大手一挥，将我扫落到台下，将我困于无形的屏障。我皱眉，并未反抗，这就是龙族的态度。老龙王理直气壮道：我儿如今觅得良人，你当然得退位让贤，不可误了吉时。等仪式结束后，我自会放你离开。是了，龙族向来霸道，从未把鲛人族放在眼里。不过没了我的帮助，敖烈还会是金龙吗？夏冷月羞答答地跟着敖丙上台，两人起誓成婚。龙蛋更加躁动，不断左右摇晃，似乎想要破壳而出。冷月，你朝龙蛋注入一些灵泪，让我们的孩儿出来。敖丙牵着他的手，有些迫不及待。若是金龙能在成亲仪式当天破壳，他在龙族的威望会达到新的巅峰。夏冷月嘴角微勾，却又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。殿下，我不如公主尊贵，要是我的灵泪不够好怎么办？敖丙哄着他。冷月不用担心，龙蛋已生了灵智，很快就能孵化，用不了多少。敖烈也奶声奶气，没事的母妃，我只要一点灵力，让我们之间有联系就好。他这才将手放到龙蛋上。我冷笑，敖丙真以为金龙是他的功劳。敖烈当时可是像无底洞一样攫取我的灵泪，导致我几近枯竭，往后几十年都未能养好。我尚且如此艰辛，夏冷月怎么可能轻松？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下，夏冷月弯出一滴灵泪，落在石蛋上，蛋壳上出现几道裂痕，隐隐透出金光。他笑容愈深，又滴了几滴，可渐渐的，他的脸变得煞白。不行，我的灵泪要不够了。龙蛋不断吸取灵泪，他尝试切断联系，却发现做不到。这样下去，他绝对会被吸成海蛇干。啊，烈儿，你快停下来！他惊恐地挥舞着手，想要摆脱连结，却做不到。冷月别怕，我来救你。敖丙想要上前帮忙，却被老龙王禁锢在原地动弹不得。父王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敖丙急得大喊。老龙王不语，一双金瞳一瞬不瞬地盯着龙蛋，眸中染上狂热。千年难遇的金龙要降世了，你快放开我，冷月会死的。敖丙滋哇乱叫，老龙王却没有像往常那样顺着他。敖丙虽为太子，可他不好好修炼，灵力并不比其他龙族高，其他龙族也虎视眈眈，想夺位的龙不在少数。前世敖烈的出生才让这些龙打消念头，现在金龙即将破壳，他怎么可能会让敖丙打断？在夏冷月的惨叫声中，龙蛋的金光越来越盛，一声脆响，龙蛋破开，夏冷月重重摔倒在地，奄奄一息。众人却都无视他，齐齐盯着龙蛋，不想错过金龙降世。敖烈睁开眼，对上的就是众人震惊的视线，他得意洋洋，等着众人的吹捧。他可是千年以来第一条金龙，这次没有废物鲛人的阻碍，一定会是条完美的金龙。只要他刻苦修炼，一定能飞升上神，受万民敬仰。全场鸦雀无声。敖烈看向父亲，想听到他的赞扬，却从他的眼里看到了惊恐和不可置信。他的心里闪过一丝不安，就听到人群里不知是谁小声说了一句：这龙怎么没有龙角？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敖烈懵了，他下意识地扭头想看看自己金光闪闪的鳞片，映入眼帘的却是光秃秃的带着些许软嫩肉色的身体。他猛地甩动尾巴，没有感受到力量的澎湃，只有一种可笑的笨拙。他抬起前爪想去摸头顶，本该矗立着威风凛凛龙角的地方，空空如也。不可能，我的角呢？我的金鳞呢？
他此刻的模样，与其说是龙，不如说是一条被拔光了毛、褪了色的畸形蛇。那处前世让他耿耿于怀的朱红胎记，此刻巨大而狰狞，盘踞在他本该是华丽龙尾的位置，像一块丑陋的疮疤，全场死寂。之前的狂热和期待，瞬间被惊愕、鄙夷和恐惧取代。这是什么怪物？一个龙族长老颤声开口，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。没有龙角，鳞片不全，这难道是血脉退化了的蜥蜴龙、千年金龙？笑话，这简直是龙族之耻！是因为那个海蛇精吗？它的血脉太低等，玷污了龙蛋。议论声如同冰冷的潮水，将台上的敖丙下冷月和那条怪龙淹没。老龙王脸上的狂喜凝固，继而转为铁青，最后是滔天的怒火。他耗费心力，甚至不惜得罪鲛人族，期待的竟是这样一个结果。不是的，我的猎儿是金龙，是最高贵的金龙。敖丙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他冲上前，想要抱住因恐惧和羞愤而蜷缩起来的敖烈，却被老龙王一声暴喝制止。滚开，你这逆子！老龙王一挥手，强大的灵力将敖丙掀飞出去。这就是你所谓的为了龙嗣着想，这就是你选的好太子妃，孵出这么一个孽障。夏冷月刚刚从灵力枯竭中缓过一口气，看到敖烈的模样，吓得几乎晕厥过去。他脸色惨白如纸，慌忙爬向敖丙。殿下救我，不关我的事啊！困住我的无形屏障，在老龙王心神俱震下悄然消散。我站在原地，冷眼旁观这场闹剧，心底没有波澜，只有一片冰冷的荒芜。看啊，这就是你们的选择。我轻轻抬手，抚过耳边，一枚极其小巧、散发着幽蓝光泽的贝饰无声滑落，在我掌心化为齑粉。这是北海龙君苍兰赠我的传讯贝，他曾言，若我需要，无论天涯海角，他必至。敖烈受不了这巨大的落差和众人的指指点点，猛地撞向一旁的珊瑚柱，可他连撞墙的力量都没有，软绵绵的撞击只换来一阵哄笑。够了！老龙王颜面尽失，恼羞成怒，他将所有怒火都倾泻在夏冷月身上。定是这妖孽用了什么邪术，迷惑太子，玷污龙众。来人，将这海蛇精打入幽狱，听候发落。不，父皇，不能怪冷月。敖丙扑上来，护住夏冷月。烈儿是我的孩子，他只是暂时出了问题，一定是西芷若，是他搞的鬼，是他嫉妒我们。他终于想起了我，所有目光瞬间聚焦在我身上。我缓缓走上前，裙摆拂过冰冷的地面，姿态从容，与现场的狼狈格格不入。我轻笑，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入每个生灵耳中。太子殿下，从始至终，我连龙蛋的边都没碰到，是你亲手将龙蛋送到了夏冷月手中，是你口口声声说你的血统高贵，自然能生出最强的金龙，也是你纵容这位出世的孩儿认贼作父。我的目光扫过敖烈，他正用怨毒的眼神死死盯着我，仿佛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。如今龙蛋孵化，结果摆在眼前，你却要怪到我这个被你们父子弃如敝屣的前太子妃头上。我语气转冷，龙族便是这般敢做不敢当吗？敖丙被我问得哑口无言，脸涨得通红。老龙王眼神阴鸷地看着我。西芷若，此事蹊跷，你出生时天降异象，或许你真有什么手段影响了龙蛋，在查明真相前，你不得离开龙宫。他这是要强行将我扣下，既是为了挽回颜面，或许也存了一丝怀疑和别样心思。恐怕由不得你。话音未落，一股远比老龙王更加强横、更加冰冷的威压骤然降临整个龙宫，海水仿佛瞬间凝固，所有生灵都感到灵魂深处的战栗。一道低沉而充满磁性的声音，如同万年寒冰碰撞，响彻大殿。本君倒要看看，谁敢动他？一道玄色身影悄然出现在我身侧，身姿挺拔，面容俊美无愁，眉宇间带着睥睨天下的冷漠与威严。他周身散发的气息，让在场所有龙族，包括老龙王，都感到一种源自血脉的压制。北海龙君苍兰。老龙王失声惊呼，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和恐惧。北海龙君，龙族中战力最强、最为神秘孤高的存在，其血脉甚至传闻比东海龙王更加古老纯粹。他从不参与四海议事，行踪莫测，实力深不可测。谁也没想到他会突然出现在东海太子的婚宴上，而且明显是站在我这边。苍兰甚至没有看老龙王一眼，他微微侧头看向我，冰冷的目光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柔和。芷若，我来晚了。我摇了摇头，心中并无多少意外。苍兰是我前世死后魂魄飘荡时唯一给过我一丝温暖的人，也是他点醒了我前世的重重疑点。这一世我重生归来，自然早与他有了联系。我淡淡说道。不晚，正好看了一场好戏。苍兰这才将目光投向台上，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。东海龙王，你纵子行凶，属我未婚妻，这笔账该如何算？未婚妻这三个字如同惊雷，炸得整个龙宫再次鸦雀无声。敖丙瞪大了眼睛，看看我，又看看苍兰，脸上血色尽失。未婚妻，西芷若你何时？老龙王更是冷汗涔涔，他万万没想到，这个被他儿子抛弃的鲛人族公主，竟然和北海龙君有如此深厚的关系。北海龙君的实力足以碾压整个东海。北海龙君，此事是个误会，本王并不知道芷若公主与您。苍兰打断他，语气依旧冰冷。现在知道了，芷若乃本君心意之人，今日所受之辱，便是入我北海，东海必须给本君一个交代。他的目光再次落到敖烈身上，带着一丝审视的意味。看来并非所有龙蛋都能承受真正强大的母体灵力滋养，强行匹配地利血脉，只会导致如此恶果。苍兰的话如同一把尖刀，狠狠剜在敖丙和敖烈的心上。他明确指出了问题所在，不是我的问题，而是夏冷月的血脉太差，根本不足以孕育真正的金龙。敖烈的退化是他们自作自受。不是这样的，
我应该是金龙，是最高贵的，是他，是西芷若害我。他竟挣扎着向我喷出一口微弱的可怜的黑烟。苍兰眼中寒光一闪，甚至无需动手，那黑烟便在靠近我们十字形湮灭。他冷冷地瞥了敖烈一眼，冥顽不灵，废物一个。这一眼带着龙君的无上威严，直接将敖烈吓得瘫软在地，大小便失禁，恶臭弥漫开来。宾客们纷纷掩鼻后退，眼中鄙夷更甚。敖丙看着自己曾经寄予厚望的儿子如此不堪，再看看站在苍兰身边风华绝代、冷静自持的我，一股前所未有的悔恨和嫉妒涌上心头。他忽然意识到，他可能失去了多么珍贵的东西。敖丙看向我，眼神复杂，带着一丝祈求。芷若，我之前是被蒙蔽了，是夏冷月勾引我，还有烈儿，不是这个孽障，他前世就对你不好，我是被他蛊惑了。你原谅我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你才是最爱我的，不是吗？他试图用旧情打动我，那副嘴脸令人作呕。我还没开口，苍兰已握住我的手，他的手掌温暖而有力，转而对我柔声道：芷若，此地无悔，我们走吧。你的仇我会帮你慢慢报。我点头，不再看那场令人作呕的闹剧一眼。在苍兰的护卫下，我们转身离开，身后是敖丙绝望的呼喊，是老龙王惶恐的挽留，是宾客们复杂的目光，以及那条怪龙怨毒的诅咒和夏冷月凄厉的哭喊。走出龙宫，深海幽暗，但苍兰在身边，我却觉得前所未有的明亮和安心。苍兰问道：接下来你想怎么做？我看着远方，目光坚定，先回鲛人族，有些账要一笔一笔算清楚。至于他们真正的绝望，才刚刚开始。离开东海龙宫，苍兰并未带我直接前往北海，而是遵循我的意愿，护送我回归鲛人族地。一路无话，但我能感受到他无声的支持。被传闻中冷酷无情的北海龙君，在我面前总是收敛了所有的锋芒，只剩下沉稳的守护。鲛人族地位于一片绚丽的珊瑚海深处，前世这里被敖丙屠戮殆尽，鲜血染红了整片海域，辉煌的宫殿化为废墟，日夜不息的鲛人高灯火，是我永世无法磨灭的梦魇。如今远远望去，珍珠与珊瑚铸成的城池依然散发着柔和的光晕，熟悉的歌声隐约传来，带着安宁与祥和。我的归来引起了巨大轰动。公主回来了，是芷若公主。族人们纷纷涌出，脸上洋溢着惊喜和担忧。他们显然已经听说了东海龙宫婚礼上的变故，看到我身旁气息深不可测的苍兰，更是惊疑不定。我的父王和母后匆匆赶来，见到我安然无恙，这才松了口气。但眉宇间忧色不减，母后上前拉住我的手，眼眶微红。芷若，你受苦了。东海龙族欺人太甚，竟敢如此羞辱我族公主。父王则更为沉稳，他先是对苍兰行了一礼，多谢北海龙君护送小女归来，龙君驾临，必族蓬荜生辉。他虽感激，却也带着警惕，毕竟北海龙君的威名和突然出现都太过惊人。苍兰微微颔首，算是回礼。言简意赅，芷若之事便是本君之事。父王母后对视一眼，眼中闪过惊异。我适时开口，将婚礼上的事情简要说了一遍，略去了我重生和与苍兰的具体渊源，只说是机缘巧合得了苍兰龙君的亲眼。至于敖烈孵化的丑态，我并未隐瞒，这消息迟早会传遍四海。听完我的叙述，族人们群情激愤，岂有此理！东海龙族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那敖丙和那条海蛇精，还有那忘恩负义的小怪物，都该死。公主，我们绝不能就这么算了。看着族人们义愤填膺的样子，我心中暖流涌动，更多的是前世的悲痛与今生的决心。我抬起手，示意大家安静。父王、母后、各位族人，我声音清晰，传遍整个族群。东海的羞辱，我西芷若铭记于心，此仇必报。但眼下，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冲动，而是力量。我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族人，最终落在父王身上。父王，我们鲛人族并非天生弱族，我们拥有最纯净的灵力，能泣泪成珠，汁水为霄。我们缺的只是一个契机，一个能让血脉之力彻底觉醒的契机。父王神色一动，芷若，你的意思是？我出生时的天地异象，并非偶然。我缓缓道，那并非仅仅是祥瑞，更是一种启示。我们鲛人族的祖先曾与上古神奇有着深厚的渊源，我们的血脉中沉睡着远比现在更强大的力量。这是我前世魂魄游离时，从一些古老的遗迹和苍兰那里得知的秘辛。鲛人族曾是海洋的守护者之一，只是随着岁月变迁，血脉沉寂，才逐渐沦为龙族附庸。我斩钉截铁地说，我需要进入祖地禁地。族老们闻言，脸色皆是一变。祖地禁地是鲛人族最神秘的所在，传说藏着族群起源的秘密，但也充满了未知的危险。历代只有族长在特定仪式下才能短暂进入。父王面露难色，芷若，禁地危险。父王，相信我。我目光坚定，唯有唤醒沉睡的血脉，我们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，而不是永远仰人鼻息，甚至沦为他人案板上的鱼肉。东海龙族今日敢弃我如敝履，来日就敢屠我全族至高点灯。最后一句带着前世血淋淋的记忆，让所有族人不寒而栗，也彻底点燃了他们心中的火焰。苍兰此时开口，声音带着一种让人信服的力量。本王可护法，芷若既有此志，当支持。北海龙君的承诺无疑是一剂强心针。父王沉吟片刻，最终重重点头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便为你开启禁地。芷若，鲛人族的未来就交托给你了。
3日后，在族中长老和苍兰的护法下，我进入了位于珊瑚海最深处、被强大结界笼罩的祖地禁地。禁地之内，并非想象中的幽暗洞穴，而是一片浩瀚的星空倒影，无数发光的古老符文在四周流转。中央是一尊巨大的、人身鱼尾的鲛人女神雕像，她手持权杖，目光悲悯而威严。这里充斥着古老而磅礴的灵力，比我感受过的任何地方都要纯净和强大。我走到女神像前，盘膝坐下，闭上双眼，开始运转体内灵力，与周围的古老气息沟通。前世今生的记忆如同潮水般涌来，那些痛苦、背叛、绝望以及不甘和复仇的火焰，都化为了最坚定的信念。我不仅要复仇，更要带领我的族人走向强大。渐渐的，我感觉到血脉深处某种枷锁正在松动，女神像似乎活了过来，她的权杖散发出柔和却无比强大的光芒，将我笼罩。无数古老的知识、传承的记忆碎片，如同醍醐灌顶，涌入我的脑海。我看到了远古时期鲛人族如何与真龙并肩，执掌海洋权柄；看到了我们如何以灵泪净化污秽，以歌声抚平风暴。也看到了因为一场浩劫，血脉之力被迫封印，族群逐渐式微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当我再次睁开眼时，双眸中似有星辰大海流转，我的气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带着远古威严的海洋王者气息。我的鱼尾变得更加修长有力，鳞片闪烁着堪比星辰的光芒，额间浮现出一个淡蓝色的神秘印记，血脉初步苏醒了。我感受到体内澎湃的力量，足以翻江倒海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明悟了鲛人族真正的力量所在。我们不仅是灵力的载体，更是海洋规则的共鸣者。当我走出禁地时，等在外面的父王母后和族老们都被我身上散发出的气息所震慑，不由自主的想要跪拜，连苍兰眼中都闪过一丝惊艳，随即化为更深的笑意。成功了！父王激动的声音颤抖，我点头，目光扫过翘首以盼的族人们，朗声道：自今日起，我鲛人族不再依附任何种族，我们将用自己的力量夺回属于我们的尊严和荣耀。族的爆发出一阵震天的欢呼，希望和斗志在每个鲛人眼中点燃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名鲛人护卫急匆匆来报：报陛下，公主，东海太子敖丙在外求见，说要求见公主，负荆请罪。我唇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。让他等着。此时的东海龙宫已是一片愁云惨雾，婚礼成了闹剧，期待的金龙成了五角怪胎，老龙王颜面扫地，威望大损，夏冷月被关入幽狱，日夜受刑，生不如死。而敖烈那条退化的小怪龙被囚禁在偏殿，由专门的龙卫看守，他每日不是疯狂咒骂，就是绝望哭泣，再无半点前世金龙太子的威风。最煎熬的莫过于敖丙，他从云端跌落泥潭，承受着来自父王的怒火、族人的鄙夷和外界的嘲笑，但更折磨他的是日益滋生的悔恨。他不断地想起我的好，想起我为他付出的一切，想起苍兰出现时我那冷漠而耀眼的样子。他忽然发现，没有了我的灵泪和辅佐，他什么都不是。龙族内部，其他有野心的龙子开始蠢蠢欲动，他的太子之位岌岌可危，而那个被他寄予厚望的儿子，如今成了他最大的耻辱。他听说我回归鲛人族，并且似乎得到了某种机缘，气质大变，又听说北海龙君苍兰对我极为重视，甚至公开宣称我是他的未婚妻。嫉妒和恐慌如同毒蛇啃噬着他的心，他不能失去我，只要我能回到他身边，凭借鲛人族的力量和苍兰的威慑，他就能稳住地位。至于那个废物儿子和夏冷月，都可以舍弃。于是他来了，不顾老龙王的反对，拖着虚弱的身子来到了鲛人族地外，上演一出负荆请罪的戏码。我在族人的簇拥下，缓缓来到结界边缘，敖丙跪在珊瑚丛中，背上却是绑着几根荆棘，划破了他华贵的衣衫，渗出些许血丝，看起来狼狈又可怜。他看到我出来，眼中瞬间爆发出希望的光芒。植若，你终于肯见我了！他激动地想要上前，却被鲛人护卫拦住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如同看一个陌生人。东海太子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植若，我是来向你道歉的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被夏冷月那个蒙蔽，被敖烈那个孽障的花言巧语所骗，我辜负了你对我的深情，你打我骂我都可以，只求你原谅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他磕着头，姿态放得极低。植若，我知道你还爱着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只要你肯回来，我立刻休了夏冷月，将敖烈的孽障驱逐出龙宫，你还是我的太子妃，未来的东海龙后。我听着他这番恬不知耻的言论，只觉得可笑至极。爱我机会，我轻笑出声。敖丙，你爱的从来都只是你自己和我能为你带来的利益。前世，不应该说，在你心里，我不过是个好用的工具罢了。敖丙愣了一下，只顾着表忠心。不是的，植若，我是真的爱你，失去你我才发现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你看，我为了你，连尊严都不要了。他指着背上的荆棘，我目光扫过那做戏的荆棘，语气嘲讽：你的尊严值几个钱？比起你带人屠戮我全族，将我族人制成鲛人糕点灯，你这点苦肉计又算得了什么？屠戮全族，鲛人糕，这话一出，不仅是敖丙愣住了，连我身后的族人也一片哗然。虽然他们之前听我提过东海龙族的威胁，但如此具体血腥的细节还是第一次听到。植若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会？敖丙脸色煞白，想要否认，我打断他，眼神锐利如刀。你怎么不会？你为了博下冷月一笑，什么事做不出来？敖丙，别在这里演戏了，令人作呕。我转身，不欲再与他废话。你回去吧，告诉东海龙王，昔日之辱，我鲛人族记下了。不久之后，我自会亲自上门讨回公道。不，植若，你不能这么绝情！敖丙慌了，他歇斯底里的大喊：难道你忘了我们曾经的恩爱吗？就算你恨我，可孩子是无辜的啊！他现在变成那样，很可怜，他需要母亲，
你难道就忍心看他受苦吗？他竟然还有脸提敖烈，我脚步一顿，缓缓回头，看着他那张因为急切和恐惧而扭曲的脸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他可怜，他需要母亲。敖丙，你听好了，那条你和他亲爱的冷月姐姐孵出来的小怪物死活与我何干？他既然选择了夏冷月做母妃，那就让夏冷月去管他吧。我的手下意识地轻轻抚上小腹，那里一股微弱却无比纯粹强大的生命气息正在悄然孕育，那是属于我和苍兰的孩子，是真正继承了古老鲛人血脉与北海龙君力量的全新生命。我能感觉到他拥有着无比璀璨的未来，是真正的海洋至尊。我的脸上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抹温柔而骄傲的笑意，这笑意刺痛了敖丙的眼。我西芷若自然会生下这世间最尊贵最强大的金龙宝宝，但那与你敖丙与你们东海龙族再无半点关系。说完，我不再理会敖丙崩溃的嘶吼和绝望的咒骂，在苍兰温柔而坚定的陪伴下，以及族人们崇拜和拥护的目光中，毅然返回了族地深处。海水中似乎已经能听到东海龙族命运齿轮崩坏的碎裂声。敖丙被我最后那句话彻底击垮，状若疯癫的被鲛人护卫驱逐出领地。他回到东海，将我的话原封不动地带回，更是添油加醋的描述了我如何与苍兰亲密无间，如何藐视龙族。东海龙宫的气氛从愁云惨雾变成了恐慌。一个觉醒血脉、态度强硬的鲛人族公主已经足够棘手，再加上一个深不可测、明显偏袒她的北海龙君，老龙王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。他试图联系其他3海龙王，寻求支援或调停，但西海和南海龙王态度暧昧，言语间多有推诿，显然不愿轻易得罪苍兰，甚至乐见东海吃瘪。北海更是直接石沉大海，毫无回应。敖丙每日借酒消愁，时而痛哭流涕的忏悔，时而暴怒地砸毁宫殿内的一切，咒骂我和苍兰，偶尔又会跑去忧郁，对着被打得遍体鳞伤、奄奄一息的夏冷月咆哮，将所有的过错都推到他身上。当敖丙和老龙王闻讯赶来时，只看到忧郁被炸塌了一半，夏冷月早已尸骨无存，而敖烈则被爆炸的冲击波震飞，撞在墙壁上，浑身焦黑，只剩下最后一口气。敖丙扑过去，看着出气多进气少的敖烈，心情复杂到了极点。这是他曾寄予厚望的儿子，也是他最大的耻辱。敖烈涣散的目光看到敖丙，用尽最后力气抓住他的衣角，断断续续的诅咒：父王，报仇，杀了西芷若，毁了鲛人族，他们都该死，我才是。话未说完，头一歪，彻底断了气。敖丙抱着那具焦黑丑陋的小尸体，发出一声痛苦又解脱的嚎叫。老龙王在一旁看着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。敖烈的死，仿佛抽走了东海龙宫最后一丝虚假的希望，也彻底点燃了敖丙心中扭曲的毁灭欲。西芷若、苍兰、鲛人族，是你们逼我的，是你们害死了我的烈儿。敖丙彻底疯了，他对着老龙王咆哮：父皇，出兵！我们必须出兵踏平鲛人族，抢回西芷若，否则我东海颜面何存？否则烈儿就白死了。老龙王看着状若疯魔的儿子，又想到如今东海面临的困境和羞辱，一股狠戾也涌上心头。或许趁鲛人族还未完全崛起，北海龙君或许还未正式与鲛人族联合，拼死一搏是唯一的出路。好，老龙王终于下定了决心，集结龙军，发兵珊瑚海。就在东海紧锣密鼓的准备战争时，我正在鲛人族禁地深处闭关巩固觉醒的血脉之力，同时小心翼翼地滋养着腹中那个悄然降临的小生命。这个孩子来的意外，却又是那么的理所当然，是我与苍兰心意相通后强大血脉结合的自然结晶。我能感觉到他每一天都在茁壮成长，汲取着最纯净的远古鲛人之力和北海龙君的至尊龙源，那蓬勃的生命力远超我的想象。苍兰几乎寸步不离的守在我闭关之地外围，他处理北海事务的愈减纷飞，但心神始终系于我身。他能清晰地感知到我和孩子的情况，那双万年冰封的眼眸，只有在感受到那小小生命的悸动时，才会融化为人父的温柔与骄傲。这一日，我心有所感，从深层次入定中醒来，血脉之力已彻底稳固，额间的印记流转着深邃的蓝光。我轻轻抚摸着威龙的小腹，那里传来的回应强大而温暖。他动了。苍兰的声音在一旁响起，他不知何时已悄然进入，目光落在我小腹上，带着惊奇与喜悦。我微笑点头，是个调皮的小家伙。我们相视一笑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然而这份温馨很快被打破，族老紧急来报：公主，龙军东海大军压境，敖丙亲自领军，叫嚣着要让公主您，还有他们似乎知道了您孕育龙嗣的消息，言辞极其不堪。我和苍兰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。终于来了！我站起身，周身气息沉静却浩瀚如海，正好新仇旧恨一并了结。苍兰握住我的手，一切有我。我们携手走出禁地，鲛人族战士们早已严阵以待，他们的眼神不再是以往的隐忍和畏惧，而是充满了战意和对我毫无保留的信任。血脉的初步觉醒让他们实力大增，更有苍兰带来的北海精锐暗中策应，我们无所畏惧。珊瑚海外，黑压压的东海龙族大军陈列，敖丙一身战甲位于阵前，双眼赤红，满脸癫狂。老龙王坐镇后方，脸色凝重。西芷若，你这个毒妇，出来受死！敖丙看到我，立刻破口大骂：你害死我儿，勾结奸夫，背叛龙族！今日我必踏平你这鲛人窝，将你抽筋扒皮！他的目光猛地定在我威龙的小腹上，嫉妒和怨恨几乎化为实质。你竟然怀了别人的野种，你怎么敢？你本该是我的，你的孩子也该是我的！苍兰一步踏前，将我护在身后，冰冷的龙威铺天盖地地压向东海大军，让许多龙族士兵瑟瑟发抖。他甚至连话都懒得跟敖丙说，只是淡淡的扫了老龙王一眼。东海是要自取灭亡吗？老龙王心头一颤，但是已至此，骑虎难下。他硬着头皮道：苍兰龙君，此
此乃我东海与鲛人族的恩怨，还请龙君莫要插手。昔之若乃我东海弃妃，他腹中孽种，来历不明，绝不能留。找死！苍兰薄唇轻启，杀意凛然。我拉住了他，走上前，目光平静地看着敖丙和老龙王。敖丙，你说我害死敖烈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杀下冷月的是他，引爆雷珠自取灭亡的也是他，这一切不都是你们父子一手造成的吗？从你们选择背叛和羞辱我的那一刻起，这一切的苦果就已注定要由你们自己吞下。至于我的孩子，我的手温柔地放在小腹上，声音却清晰而冰冷，传遍整个海域。他拥有这世间最高贵的血脉，他的父亲是北海至尊苍兰，他的母亲是觉醒远古之力的鲛人公主，他的未来是你们东海那条退化怪胎永远无法企及的光明坦途。啊！我杀了你！敖丙被我刺激得彻底失去理智，不顾一切的化身银龙，朝着我猛冲过来。老龙王想要阻止已来不及，就在敖丙即将冲到我面前时，苍兰动了。他甚至没有化出龙形，只是抬手，虚空一握，一股无形却恐怖至极的力量瞬间攫住了敖丙所化的银龙。敖丙前冲的势头戛然而止，仿佛被一只无形巨手死死捏住，龙眼暴突，发出痛苦的哀鸣，周身鳞片在那恐怖的压力下纷纷碎裂，鲜血瞬间染红了一片海水。丙儿，老龙王惊骇欲绝，想要上前营救，苍兰只是冷冷地瞥了他一眼，另一只手随意一挥，轰！一股磅礴的灵力如同无形海啸，直接将老龙王连同他身后的龙族大军震得人仰马翻，溃不成军，实力差距宛如天堑。本君的妻儿，其实你能急于冒犯呢？苍兰的声音如同末日审判，他手指微微收紧，敖丙的银龙之躯发出令人牙酸的骨骼碎裂声，惨叫声凄厉至极。不要！芷若，救我！看在我们往日情分上。敖丙在极致的痛苦和恐惧中向我投来哀求的目光，我冷漠地看着他，眼中无悲无喜。往日情分，敖丙，从你带回了夏冷月，从你纵容敖烈如我，从你屠我全族炼膏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只剩下不死不休的仇恨。我转向苍兰，轻轻点头。苍兰眼中寒光一闪，五指猛然合拢在老龙王绝望的嘶吼声中。敖丙所化的银龙如同一个被捏碎的泥塑，轰然炸裂，血肉横飞，魂飞魄散。东海太子就此陨落，整个战场死一般寂静。东海龙军面如死灰，彻底失去了战意。老龙王看着儿子惨死，一口龙血喷出，瞬间萎靡了下去。他看着苍兰，眼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。苍兰却不再看他，仿佛只是捏死了一只蚂蚁。他揽住我的腰，声音恢复温柔：误会已除，我们回去吧，你需要静养。我点点头，最后看了一眼彻底崩溃的东海龙族，扬声道：东海龙王，今日留你一命，回去好好品尝这丧子之痛与灭族之危的滋味。我鲛人族不日将正式脱离东海管辖，自立为王。若再敢来犯，敖丙之下场便是你东海之结局。说完，在北海精锐和鲛人族战士的簇拥下，我们返回珊瑚海。经此一战，东海精锐尽丧，太子陨落，龙王重伤，一蹶不振，很快就被其他势力蚕食鲸吞，从四海霸主之位跌落，沦为二流势力，永无翻身之日。老龙王在无尽的悔恨和屈辱中郁郁而终。数月后，北海龙宫张灯结彩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。北海龙君苍兰迎娶鲛人女王西芷若，四海来贺，无人敢有异议。又过了数月，北海龙宫深处传来一声清越穿云，蕴含着无上龙威与浩瀚灵力的龙吟。我顺利诞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，破壳而出的那一刻，金光万丈，照亮了整个北海。那是一条通体覆盖着璀璨金鳞，五爪锋利，龙角晶莹如玉，完美无瑕的小金龙。它的力量纯粹而强大，远胜前世敖烈千万倍，周身还自然流淌着幽蓝色的鲛人灵力光华，完美融合了父母最强大的血脉。苍兰抱着我们的孩子，那双冰封万年的眼眸里充满了激动与柔情，他亲吻着我的额头。芷若，谢谢你，这是我们最珍贵的瑰宝。我依偎在他怀里，看着怀中咿呀学语、眼神灵动聪慧的小金龙，心中充满了宁静与幸福。前世的苦难与背叛，早已在真正的爱与强大中烟消云散。那些伤害过我的人，都已得到了应有的报应。而我，西芷若，历经重生磨难，亲手砸碎了命运的枷锁，不仅赢得了复仇，更赢得了尊严、强大的族人和真正的爱情。如今，还拥有了这世间最完美、最强大的金龙宝宝。我的未来，我们的未来，将如北海深处的极光，璀璨而永恒。而被严密看管起来的敖烈，在最初的崩溃和绝望后，那点前世的记忆和扭曲的恨意，成了他唯一的支撑。他坚信自己本该是尊贵的金龙，所有的不幸都是因为我不肯尽心，和夏冷月血脉低等造成的。他听到工人窃窃私语，说北海龙君苍兰如何强大，说我西芷若如何风华绝代，即将成为北海龙后。那股嫉妒和怨恨几乎将他吞噬，都是他的错。如果他肯帮我，我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敖烈在囚笼里嘶吼。还有北海龙君，他凭什么抢走属于父王的一切？我才是天命所归的金龙。一个疯狂的念头在他那退化的大脑里滋生，他要报复，他要让所有看不起他、背叛他的人付出代价。他利用自己还残存的一丝微弱龙息，以及看守龙卫对他这副怪模样下意识的松懈和鄙夷，竟在一次送饭的间隙拼命撞倒了一个看守，抢夺了其腰间一枚蕴含爆裂灵力的雷珠，然后疯狂地朝着幽域方向冲去。幽域深处，夏冷月被特制的锁链穿透琵琶骨，吊在半空，浑身血肉模糊。他听到敖烈疯狂的嘶吼和脚步声，惊恐地睁大眼睛。烈儿，你要做什么？轰！剧烈的爆炸在幽域深处响起，整个龙宫都为之震动。